说到宋高宗赵构，他在历史上可谓备受争议。一方面，他冤杀岳飞，卖国割地，大搞投降主义，常常被人戏称为赵九妹、完颜狗构、大金忠臣、海上飞人，各种外号可谓创意十足。另一方面，他建立南宋偏安一隅，延续了宋朝的统治。随着网上流行着各种各样的翻案风，赵构也逐渐从汪精卫之流的卖国贼成为中兴民主。那么大家觉得他究竟是昏君还是民主？今天一个视频带你看懂这位南宋开国皇帝赵构的一生。纵观赵构的一生，其人物形象前后有着巨大的反差。他前期就像是一个胆识过人的热血少年，后期则是卑躬屈膝的逃跑皇帝。正史中赵构的早期形象倒并非完全是众多人印象中的软弱无能、一无是处。根据宋史的记载，赵构个人素质还是相对不错，从小就是学霸级人物，不仅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在书法上更是颇有造诣。而且他还天生神力，能拉起一担五斗的弓。当时的一担五斗约为现在的200斤，这个水平已经是宋朝禁军精锐的水准了。所以成年后的赵构文武双全，气度不凡，会有些鲜衣怒马少年郎的味道。按照这个节奏下去，说不定唐宋8大家就有其一席之地。然而天有不测风云，已经1125年，金人一路势如破竹，兵临北宋都城开封城下，这让当时在位的书法家皇帝宋徽宗大惊失色，心想老子只会写字作画和传宗接代，只会打仗，专业不对口啊。于是他果断引咎辞职，把皇位丢给了太子赵桓，鼓励地拍拍儿子的肩膀，父皇看好你，然后自己带着一群宫女太监浩浩荡荡度假去了。面对金军兵临城下，素来以文治国的大宋，本着君子动口不动手的精神，打算以礼服人。金兵表示，让我们回去可以，不过除了割底赔款，还要带一批人质回去做客，并且点名要皇室子弟。面对金人的咄咄逼人，被老爹推出来顶雷的钦宗皇帝赵奂也是怕得要命，于是把他的一群弟弟们召集起来开会，说老弟们，为了大宋江山子民，麻烦谁去金人那里当个人质。底下这群王爷们也都知道金人狼子野心，去了多半没啥好下场，于是大家都选择性失聪。皇帝在上面慷慨陈词了半天，也没见人之声，眼见场面变得尴尬起来。这时候康王赵构站了出来，表示自愿去当人质，出使金营。史书中对于赵构是否自愿倒是有些争议，但我倒认为初生牛犊不怕虎，此时的康王赵构还是有点年轻人的血性。钦宗皇帝赵桓一听有人愿意去，害怕他反悔，立马派他出发。当时跟赵构一同去的还有我们熟知的大汉奸张邦昌。张邦昌在得知出使金营的消息后，差点被吓尿，哭哭啼啼的跟着赵构动了身。到了金营，赵构坦然自若，该吃吃，该睡睡，搞得跟来度假一样，这让金军主帅完颜宗望十分诧异。因为在金国人的印象中，宋朝人就像温顺的绵羊，而且越是高官就越怂。反观赵构处事不惊的样子，明显不像一个宋朝亲王该有的表现。于是金军主帅完颜宗望决定来一场比武射箭，试探一下赵构。谁曾想赵构拉弓搭箭，一出手，嗖嗖嗖，连发3箭，各打出10环，堪称奥运射箭冠军的水平。赵构的一番操作，直接让完颜宗望心里的疑虑更重了。这么好的身手，说是亲王谁信呢？不久之后，宋军夜袭金营，因为消息泄露而最终失败。完颜宗望气得把赵构和张邦昌找来质问，说好的来议和，你们大宋怎么还搞偷袭，讲不讲武德？张邦昌面对金人责备，吓得恐惧涕泣，不知所措。反观赵构却相当冷静，不为所动。这更是完颜宗望确认自己收到的这个亲王就是个假货，于是提出换货。就这样，赵构侥幸逃过一劫。回过头来看，主动请缨作为金国人质，以及在那期间的出色表现，应该算是赵构一生中的高光时刻。后来金国再次南侵，朝廷又派赵构前去议和。赵构路过河北磁州的时候，名将宗泽极力劝说赵构不要前去议和，赵构对此并没有听从。然而当地百姓深受金人之害，听说康王赵构要去和金人和谈，于是将赵构的议和团队围了起来。
面对群情激愤的百姓，当时义和团队副使王云站了出来，对着这些围观的百姓大声呵斥。一听这话，百姓们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，一群人冲了上来，嘴里喊着打死这个卖国贼，然后你一拳我一脚的把王云活活打死了。而赵构也知道众怒难犯，也只能默默地看着百姓将王云打死。最终赵构因为这场民变被迫放弃了前往金国议和。王云本是一个忠君爱国的良臣，他曾多次上书抗击金国，然而他也是倒霉朝廷的求和政策显然不得民心，他却不知道安抚，反而加以申持。王云之死一定程度也算是替赵构挡了子弹。赵构或许后来庆幸亏当时自己没表态，不然没准被打死的人就是他。不久，金兵攻破开封，北宋灭亡，徽宗、钦宗以及北宋众多皇室宗亲也都被打包带走。这里说的就是岳飞《满江红》中提到的那有魏雪的靖康耻。当时原本去和金人议和的赵构，却是因祸得福，躲过一劫。然后从这里开始，历史出现了拐点，赵构不再是那个强硬的康王了。此后，贯穿赵构一生的主旋律就只剩下了一个跑字。那么赵构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的反差呢？个人认为，从之后的行为来看，赵构其实骨子里面就是一个软弱的人。早先的赵构作为任志勇闯金营，之所以能不卑不亢，一方面他在那个时候并没有经历过太多的磨难经历。俗话说初生牛犊不怕虎，我相信其还是有一些热血。另一面作为使者，其身后还有着没灭亡的北宋，加上两国交战不斩来使的传统，其实要说有生命危险，倒也是没那么夸张。然而磁州的民变，北宋的灭亡，让赵构才算真正感受到来自死亡的恐惧，也对他的心理有着极大的冲击。于是当初那个勇闯敌营的热血康王，逐渐变成了软弱跑男赵构。从此刻，他只想像余华书中的主人公福贵一样活着。随着北宋皇室被金国一锅端，宋朝在中原的统治出现了权力真空。作为太宗一脉仅存的皇子，原本排资论辈，赵构就是8辈子也当不上皇帝，但历史却阴差阳错地选择了他。公元一经1127年，赵构在南京应天府登基，是为宋高宗。南宋的历史也以此为开端。宋高宗即位后，改年号为建炎，在中国刑税里以火克金。宋高宗的这个年号不是一个火字，而是2个火字，但是好像用了这个年号就可以克制住金国似的。俗话说，中国人最难容忍的就是杀父之仇与夺妻之恨，即使一介布衣，也会知道以命相搏来血洗耻辱。而赵构面对父兄被毒杀，妻女被奸淫，国家被蹂躏，百姓被屠杀，他对金国该有多大的仇恨？以长笔而论，在经历国破家亡的惨剧后，新建立的南宋朝廷自然应以洗刷耻辱、收复失地为首要任务。可是宋高宗与他的父兄一样，骨子里还是懦弱不堪，着实没有雄才伟烈。即位之初，宋高宗赵构为了稳固皇位、安抚人心，表面上重用李纲、宗泽等抗战派，还声称镇江亲都6师以援京城及河北、河东诸路与之决战。然而口号喊得震天响，实际上畏惧惊人的赵构却听从投降太皇钱善和汪伯彦之意，下诏巡警东南，准备往南方逃跑。民族英雄李纲因为坚决主张抗金，触及了赵构偏安的逆鳞，李纲拜相仅75天就被罢免。爱国学生陈东、欧阳彻上书抗议，并痛斥汪皇误国，要求赵构走李纲的抗战路线，图谋恢复赢回2胜。赵构大怒，直接将陈东和欧阳彻杀害。陈东、欧阳彻的被杀可谓是意义重大，直接开创了宋朝杀文人的先河。在宋朝杀武将从来不手软，但杀文人还是要掂量掂量的。宋太祖赵匡胤曾留下祖训，后世子孙不得杀士大夫，不得杀尚书言使人。赵构冒如此大的政治风险，也要杀掉侵占的爱国学生，正是触及到了他懦弱的内心深处。由此也能看出，赵构根本就没有收复失地、抵抗金人的想法。原本当时的局面对于南宋中兴来讲还是十分有利。金人虽然灭亡了北宋，但因为其体量摆在那，
其主要精力还在消化新获得的黄河以北的土地。因为不满金人的统治，河北地区的百姓纷纷自发起来反抗。当时在名将宗泽的带领下，以开封为中心，联合北方各路起义军数次击败金军。不仅如此，在局势稳定不久后，宗泽开始着手北伐计划。在当时风雨飘摇的局势下，宗泽名震天下，金人听到他的名字，既尊敬又害怕。每次与宋人谈到宗泽，必定称他为宗爷爷。然而宋高宗赵构此时却已经下定了南迁的决心。69岁的老将宗泽20多次上书宋高宗，要求他不要南迁，相反应该回到北宋都城汴梁主持反攻计划。如果宋高宗执意南迁，则会让天下人觉得他已经认定中原无法防守，那就肯定会失去民心，导致中原彻底被金军占领。所以当时则是宋朝中心收复失地的绝佳时机。例如宋氏第一人邓广明先生所说，如果能把抗战派重要人物如宗泽、张所、李纲等人的主张见之施行，在南宋王朝的正规军队与华北民间的武装组织，必然可以汇合为一支能够克敌制胜的宏伟强大的军事力量。然而最终宋高宗赵构还是无视宗泽等人的反对，逃到了今天的江苏扬州。皇帝的逃跑对宗泽造成巨大打击，最终这位老将在3湖过河后含恨而终。宗泽一死，原本中兴有望的局面瞬间产生逆转。此后宋高宗派投降，派官员杜充到开封接替了宗泽的留守职务。但杜充到任之后，立即终止了宗泽为北伐进行的各项部署，并切断了宗泽对北方各路抗击义军的支援，导致河北义军在随后半年多时间内先后被金军攻灭，使金军在黄河以北的统治逐渐稳固。杜充此举无疑是自毁长城。最终宗泽的一番心血付之东流。1128年，一心偏安的赵构考虑的不是如何加强军备收复失地，而是继续派人向金人求和。然而赵构忽略了一点，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，尊严只在剑锋之上。赵构的卑躬屈膝，使得金太宗不仅拒绝议和，反而下诏金军进攻。不久之后，金军再次南下攻击开封，而东京刘杜充为了阻挡金军锋芒，决开黄河。然而此举不仅没能阻挡金军攻势，反而导致黄河泛滥，大批百姓因此而失去了生命。之后金人一路势如破竹，迅速逼近当时的临时都城扬州。赵构听说金人来了，慌忙向南出逃，一口气跑到了杭州，史称维扬之变。在维扬之变中，据说当时赵构正在行房，听到金兵杀来，因为惊吓直接丧失了生育能力，成为了人们熟知的赵九妹。金军不久之后也因战线过长开始撤军。在维扬之变后，赵构也是彻底患上了恐金症。在金人撤退后，立刻派人前往金营邑和维扬之变后，南宋的外患暂时解除，但内乱又突然发生。赵构的投降政策加上宠幸宦官奸臣，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。128年，当时护卫杭州的军官苗阜刘正彦以清君侧的名义发动兵变，逼迫赵构退位，史称苗刘之变。兵变消息传出后，在韩世忠等各地勤王士兵的帮助下，宋军最终俘获苗刘2人，苗刘之变宣告结束。然而这场兵变对于整个南宋王朝却也是意义重大。赵构的独子赵夫因为这场兵变受惊而死，赵构死后也不再有任何子女。除此以外，也加深了赵构对武将的猜忌与担忧，为后来岳飞之死埋下伏笔。1129年，金军再次南下进攻南宋，号称搜山捡海，活捉赵构。在金军的猛烈进攻下，赵构决定放弃淮河一线的防守，重点防守长江。然而自古都是守江必守淮，赵构此举无疑是昏招。更奇葩的是，赵构居然任命之前自绝黄河的投降派杜充北统帅守卫建康。果不其然，在金人的威逼利诱下，杜充投降了金军，可以说把叛臣做到了极致。随着金人的一路追击，赵构狼狈不堪的一路逃跑。逃亡中的赵构还天真的希望与金人议和，然而此时抱头鼠窜的赵构显然没有谈判的资本。于是掌握主动权的金人不仅拒绝议和，还将赵构痛骂羞辱一顿。面对穷追不舍的金人，手底下人建议敌善成马，
不冠成舟，等他退去再还两者。于是赵构舍弃陆路，改为水路，逃到海上。金兵虽不善乘舟，但也组织了一支舟师入海追击赵构。金兵在海上追了300里，因金军在追击途中遭遇暴风雨，赵构得以转危为安。不得不说，赵构的逃跑技术比起他的祖宗驴车战神赵光义，的确是青出于蓝。逃跑皇帝之美誉，非宋高宗莫属。金军在撤退过程中遭到沿途南宋军民的沉重打击，韩世忠在黄天荡之战中重创金兵，自此金人再也没有渡过长江。这一次逃命着实把宋高宗赵构的魂都吓丢了一半。战争失利也让一心求和的赵构除了换来金人的羞辱，什么都没得到。在屡次求和不成的局面下，赵构总算明白了一点，是自己没点实力，想谈判也没门。不管赵构心里多么不愿意，他还是不得不应战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，南宋的军事力量才有了起色，特别是对武将权限的放宽，令将领们有了较大的战场自主权，这才有吴玠、吴林、岳飞、韩世忠等抗金名将的表演舞台。在此之后，南宋面对金人何其建立的伪齐政权的进攻，都取得了不俗的战绩。然而宋高宗只是把军事作为议和的筹码，其内心一直都是渴望同金人议和偏安一隅。1130年，在金朝留学的秦桧回到了南宋，赵构亲自接见，对其大加赞赏，表示自己得到秦桧后高兴得睡不着觉。这也难怪，从赵构继位之初，就一波接一波的使者派往金朝祈求议和。然而赵构的卑颜屈膝，除了换来金人的羞辱和入侵，什么也没得到。自从让有着留金背景的秦桧负责贯彻和执行对金人的妥协路线，赵构的求和事业也有了转机。随着金人内部的争斗，金朝主和派完颜昌上台，金人终于在议和的问题上松了口。然而金人的议和条件却是十分屈辱苛刻，要赵构学石敬瑭向金朝称臣纳贡，代替刘裕成为金人的儿皇帝。面对南宋朝野的反对之声，赵构仍然坚决议和。谁曾想，就在双方最终敲定和议期间，金朝发生政变，主持对宋和议的完颜昌到台，主战派完颜宗弼上台。1140年，金人再次南侵，南宋军民奋起反击，击败了金人的进攻。其中有以民族英雄岳飞最为耀眼，正面击败金兀术的军队，取得郾城大捷和颍昌大捷，一直打到离东京只有45里的朱仙镇。随着战事失利，金人主战派队通过战争消灭南宋，也彻底失去了信心。至此，金人也流露出了议和的迹象，这让一心求和的赵构乐开了花。此时，害怕岳飞胜利影响议和的赵构，连发12道金字牌，下令全县班师。于是，岳家军收复的疆土又被金人夺取。不久之后，明升暗降，剥夺了韩世忠、张俊、岳飞等人的兵权。同时，秦桧等人又密谋，以莫须有的罪名诛杀岳飞。岳飞死后，绍兴和议签订南宋，由此换来了20年的苟安局面。对于岳飞之死，现如今越来越多人将其归结到岳飞收复失地、赢回2胜的口号上面，认为其是犯了老板的忌讳。而其实这样的解释也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。赢2胜归京诀的口号，在南宋政权建立之初，的确是每个主张武力抗金的人都经常叫喊的，岳飞也的确是其中的一人。然而从1136年起，在宋徽宗死后，不论在任何场合，岳飞都不再提起迎还宋钦宗的事了。对于岳飞之死，众说纷纭，然而归根到底，其实就是南宋政府中抗战派与投降派尖锐斗争的牺牲品。而最大的投降派就是宋高宗赵构。作为中兴四将中尤善进攻的统帅，金兀术在给秦桧的书信中说：“必杀岳飞，而后何可成也？”对于一心偏安求和的赵构而言，岳飞非死不可。1129年，海陵王再次南侵，但却因为金国内乱，使得这场闹剧式的战争如退潮一样收场。这或许在某方面提示了如同惊弓之鸟的赵构，他需要急流勇退了。于是56岁的宋高宗赵构将皇位禅位于赵慎，视为孝宗即位，皇位又转入太祖一系，在当时统治集团中起着焕然一新的作用。赵构终其一生都是以投降求安为宗旨，
无论是在地位还是做太上皇这个基本国策，从未变过。宋高宗作为太上皇，仍然对孝宗施加压力，而且纵情享乐，花费巨大。赵构作为太上皇，度过了他人生最后的25年，最终于1187年病逝，享年81岁。纵观赵构一生，可叹、可怜、可恨。年少热血，却勇闯经营，又不卑不亢，令人可叹；未经世事，遭逢国难，身负国仇家恨，令人可怜；高居地位，但冤杀忠臣，卖国苟安，令人可恨。对于赵构，很多人常拿东晋和南明举例，为其投降主义洗白，认为其在宋朝的延续有着重要作用，甚至将其与汉光武帝刘秀相提并论，称为中兴之主。然而回头看历史，显然每个时代所面对的局面不同，不可相提并论。自从北宋灭亡，南宋之所以延续，并非靠的是一位求和的赵构，而是靠的李纲、宗泽、韩世忠、岳飞等爱国臣子的不懈努力。虽然不否认赵构的确有一定的政治能力，但是依旧称不上一代有为之君。正如宋史所说，然当其出力，因四方秦王之师，内乡李纲，外人宗泽，天下之事亦无不可为者。地方偷安忍耻，逆愿忘亲，足不免于来世之教。赵构作为国家领袖，面对国仇家恨，却只知道卑言屈膝，毫无担当，又有何脸面谈延续南宋之功？亿万富翁让他当成了千万富翁，不知如何配得上忠心二字，称其为忠心之主，无异于侮辱重造汉室的汉光武帝刘秀。